1周减1餐，1个月瘦2斤，嘿，这怎能做到啊？会不会没有效啊？今天我要跟你说一个没有负担，也没有愧疚感，又有效的减重方法。胡乃文开讲喽！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胡乃文医师。现在人总觉得自己太胖太重，于是呢要求减重，要求减肥。而现在人错误的减肥方法，有的人说我只要吃肉来减肥，有的说我只要吃青菜来减肥。这样子的话呢，吃肉只有蛋白质营养，只有脂肪的营养；吃青菜就连蛋白质的营养都没有了。那这样子的话，营养不够，可以吗？还有呢，最重要的就是当你饿了的时候，你还会下一餐吃得更多呢。于是呢，这种称之为大小餐的吃法是非常不好的。尤其是有一些年轻人，他知道下一餐因为是开会呀，或因为什么事情，那么这一餐呢，我就特别的多吃一点，这也叫大小餐。那么大小餐呢，最容易造成脂肪代谢的紊乱。最重要的可能发生的就是肝细胞脂肪变性。肝细胞脂肪变性呢，又被叫做脂肪肝，也有称之为肝硬化的呢。那么这个是得不偿失的事情。那么1周减1餐，怎么样可以使人能够瘦2斤呢？其实我说的2斤啊，这还是保守的。日本有学者提到，他说1周假如说能够减1餐，1年半可以减27公斤，这是他们的实验结果。那么他说啊，是一周啊减1餐，其他的每一餐呢都还是正常的吃，而这个减餐呢可能是讲的中餐晚餐啊。那么这一餐不吃的话，可能很多人会1个月就减了好几公斤，大约3公斤到4公斤。可是我保守一点，我讲2斤，2斤现在的人认为就是1公斤多啊，1公斤多一点点这个样子啊。那么他为什么能够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目的呢？原来他是激活了宝石中枢。好，现在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脑里面的结构。这个大脑啊，大脑中心部分呢有一个区域叫做下视丘，下视丘里头有一些神经核，它都是管制人的这个最基本的需求的东西。其中有2个神经核，一个叫腹内核，一个叫做腹外核。这2个核呢，管制的就是人的吃饱跟饥饿。那么像腹内核，它是饱食中枢；腹外核是饥饿中枢，或者叫进食中枢。当你啊吃饱了的时候，饱食中枢会发出一个信号，告诉你说我已经饱足了，要停止再吃哦。那么饥饿中枢呢，是它发出这个信号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啊，我饿了，我得要吃哦。一个人假如他每天都不断的吃，尤其是有人认为啊，一个人他假如在吃饱了的时候，他仍然觉得饥饿还要吃，或者是他看到别人吃东西，他也想忍不住也想要吃，还有呢，看到东西就想吃等等，这些人呢，他一定不会瘦下来，一定会胖下去。那么1周假如说能够忍1餐不吃啊，例如说中餐啦或晚餐啦，有1餐不吃，例如说我自己最方便的日子是星期四，假如说我晚餐不吃，那么这样子呢，1周就忍这1餐。这忍的时候啊，我们身上有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机制，就是脂肪细胞它会分泌一种激素。这个激素啊，他说称之为什么呢？称之为瘦激素。它会去告诉饱食中枢，叫它发出信号。但是当你一直像刚才讲的
看到东西就想吃，任何时候都在吃。这个时候，这个受激素就没有办法让这个保持中枢啊继续它自己本身原来有的功能，也就是说，它懒惰了，它不再发出信号了。要是你能够忍着一餐不吃呢，那一种饥饿感让这个受激素可以去刺激到了保持中枢，结果保持中枢就能够发出信号。那么这个时候等于说激活了保持中枢，让它告诉你现在已经太饱了。古时候的人在中医记载的有很多的人，他们是太肥，于是呢就称这种人是身体太重，称之为身重，或者叫体重，或者叫做其他的很多的名字。那么在《黄帝内经》里头记载说，叫做王公大夫啊，王公大夫呢，他的身子骨比较弱，然后他的肌肤比较来得厚。那当然，这就有点像我们在这个电视、电影上面所看到的所谓的员外啦，或者是什么这一类的人啊。还有呢，张仲景也提到了一种人，他称之为尊容人，大概尊容人也就是这一类的。他说身子骨比较来的这个是瘦弱，而脂肪来的比较厚重。那么这种人他的血液循环不好，那么这种人呢，他就会造成这个地方痛那个地方痛，于是称这种病叫做血痹。血痹的病呢，那么我们中医古时候就要用这种补虚而利水或者活血化瘀的药物来治疗了。古时候有很多人啊，对于妇科非常的研究非常的深入啊。例如有一本书叫做《妇亲主》啊，妇亲主的女科，也就是讲妇科。她在肥胖不孕这一篇里头特别提到，人呢之所以不能够怀孕，是因为脂肪太多。中医古时候的说法讲瘦人有火，肥人有痰，所以呢，这种肥胖的人就认为是一定是肥啊，就是说一定是有痰了有痰我们怎么去治疗呢？有痰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化痰处方叫做二陈汤。二陈汤就是陈皮、半夏、茯苓、甘草，就这4味药。这4味药呢，最主要的就是能够祛湿化痰。例如我们讲治咳嗽也都是讲这个，并且还有一个穴道称之为丰隆穴。丰隆穴是在外膝眼往下大约10寸到11寸这个位置。那么这个穴呢，它也是所谓的祛痰重要的穴道，跟二陈汤有同样的作用。现在的人呢，用何首乌啊、山楂呀、决明子啊等等，都可以让人去掉脂肪。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利用何首乌、山楂、决明子这一类的来去掉人的所谓的内脏脂肪。很多人说内脏脂肪就是使得这个肚皮变得肥厚的主要的原因，而且呢说这个也可以造成人所谓的血压太高啦，或者是其他的很多的病情。好，再回到妇亲主女科。妇亲主女科呢，他说肥人有痰，其实讲它不只是肥的痰，而且最重要，他说内脏脂肪也多，所以他说叫包内脂肪。包就是什么？包就是子宫的意思。子宫里头的脂肪太多，因此人就不容易怀孕。所以古人有遇到肥人的时候，就用刚才讲的所谓二陈汤来去掉脂肪，以至于让他能够怀孕。那么妇亲主还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处方，他说人之所以肥，是因为湿而造成痰多，因为他人虚，所以这个水、这个痰都不容易化掉。因此呢，他提出一个简单的处方，就是补而利水，补而去痰。有一个很好的处方叫做加味补中益气汤，它用的就是
补中益气汤，再加茯苓和半夏。茯苓可以去水，半夏可以去痰，用这种方式就使得痰水去掉了。然后呢，补中益气汤又补气，因此呢，这样子水跟痰就很容易被排掉。现代减肥，大家常常听到的就是生酮饮食。生酮饮食是要吃很多的油那当然这个油不一定是不好的油大部分都是用什么椰子油啦、橄榄油啦等等来这个帮助那么我所了解的就是生酮饮食，它的油呢，尤其像椰子油，它可以很快的进入肝，被分解成为酮，然后进入脑里头，让脑觉得能量够了，所以呢，就用这一种处方就用生酮饮食来让人能够很快的达到减肥的作用。还有呢，就是用肉类减肥呢，认为只要吃蛋白质，而不要吃脂肪，或者是吃这个淀粉，那么人就不会变胖变肥了。当然有作用，但是它们很可能造成的问题就是生酮饮食，你吃了太多的油，这些油不能消化掉的话，将来就造成你的胆、肝的一些个问题。那么肉类减肥呢，因为你吃到的是蛋白质特别的多，蛋白质不能被好好的消化的时候，有时候会造成肾脏的负担太大。那么现在减肥用这些方法的确可以治一些，但是呢，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常常用所谓的生菜沙拉来当做减肥的主要的目的物。其实生菜沙拉这个有它的一定问题。我记得在接近50年前，我在学内分泌学的时候，教科书里头提到过，生菜里头含有一种造成甲状腺肿的一种物质，它称之为 goitrogen。因为这个甲状腺肿叫做 goiter， 就是这个 goitrogen 呢可以使 goiter 变大，意思就是说使得甲状腺肿大。最近我有很多的病人来找我，给他们治甲状腺肿。那么甲状腺肿怎么样治疗？我们以后可能会找时间来跟大家提一提。那么还有呢，就是你假如是只是吃菜或者吃生菜的话，你的骨头会脆弱，这样子的话呢，将来就有骨折的机会。古时候的《黄帝内经》里头讲，五谷为养，五畜为益，五果为助，五菜为充。意思就是说，不管是肉类或者是菜类或果实类，这些都只是帮助你身体好的。那么五谷还是为最重要。五谷呢，它里头含有淀粉。现在减肥的人，他们常常不愿意吃含淀粉的食物，其实将来能量不够，能量不够很可能造成你的骨头的脆弱，以至于骨质疏松啦等等。那么将来呢，骨折的现象容易发生。减重还是要找对方法哦，不要得不偿失哦。好，今天的内容说到这里，喜欢我的节目吗？记得按订阅和加小铃铛哦。好，拜拜。